大家好，我是C#Lee。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是，我的 NAS 一直跳出警告，通知我有许多不明的 IP 正在攻击我的 NAS。那它是跟 SMB 服务，也就是 Sandbar 服务有关系的。透过这支影片，你可以了解到这些警告背后的意涵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以及有什么更好的替代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从外部网络连线回 NAS 存取我们要看的档案。首先 Sandbar 服务是什么？我们从 Google 搜寻就可以知道，它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网络芳邻的服务。那也就是我们在学校或者说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为了分享我们的资料夹或档案给别人存取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资料夹分享的设定。那设定之后，我们就可以从 A 电脑连线到 B 电脑去复制或者去开启对方分享的档案，甚至说复制一整个资料夹下来到你的 A 电脑里面。Sandbar 服务的历史非常悠久，也存在了一些安全性的漏洞。那 NAS 拦截下来的这些 IP， 也就是这些警告讯息，这代表的是这些 IP 背后的使用者，他们意图想要透过这个服务的安全性漏洞来非法存取我们 NAS 上的资料。那他们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窃取我们的资料去贩售、去利用，或者说纯粹是恶意想要来删除我们的资料，或者说变更我们资料的内容。那所以被攻击了怎么办？我们第一步要先停止 Sandbar 服务在通讯用的445这个 port， 所以第一步我们先把被攻击的这个漏洞拦下来。那以后我们要怎么从外部网络去存取我们 NAS 的资料呢？因为 Sandbar 服务的 port 被关掉了，那我们第二步的做法是安装比较新的通讯协定，也就是 WebDAV 的 server 的服务。那最后从外部网络连线进 NAS 的时候，以 WebDAV 的这个方式连线回 NAS， 就可以更安全的存取我们的资料了。那我们先来 demo 第一步。那第一步，我们先连线到我们网络中华电信网络后面的 router。那我自己家里用的是 RTAC51U 华硕的 router。那各家的 router 界面也许不太一样，但是功能的命名上不会差太多。所以在外部网络这边，我们点一下。那进到 router 的虚拟伺服器页面，我们来找一下是不是有 NAS 专用的445 port。那在这边找到了，所以我们以往从外部存取 NAS 的资料，就是透过这个 port 连线到 NAS 里面，让我们可以从外部网络找到我们的资料。那同样的，外部想要攻击我们的 NAS server 的人，也是透过这个 port。所以我们在这边把这个 port 删掉，然后再套用。好，那到目前为止就可以永久的杜绝Sandbar服务被外部攻击的这个问题。那第二步是安装设定 WebDAV server。那我们打开 NAS 的套件中心。找到 WebDAV server， 那因为我们的 NAS 已经先安装了，如果你的 NAS 还没安装这个套件的话，这个地方会显示成安装的字样。那安装之后，请把它打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 HTTP 跟 HTTPS。两种的选项可以选，那我们建议使用 HTTPS。那这个 port 依照你的需求，可以使用预设的5006 port， 或者另外你自己想要定义的数字。那我们这边使用预设的5006 port， 然后在
执行套用。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完成了 WebDAV Server 的安装、设定以及启用。那我们还缺一步，才能从外部网络连线为 NAS Server 去存取我们要存取的资料。那所以我们要回到 Router 的虚拟伺服器设定页面，那把刚刚 WebDAV 的 Server 的 port 重新加进来。那我刚是使用506。然后这里选一下我们 server 的 IP， 然后按新增，新增之后可以在这里看到刚刚新增的 port， 那最后按套用。到目前为止，我们完成了 WebDAV Server 的安装、设定以及启用。那以后要从外部网络连线为 NAS Server 存取资料的时候，我们只要选择用 WebDAV 的协定，就可以使用的更安全，那速度更快的去存取我们的档案。那这部影片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任何设定上或使用上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后续我将带来一系列的 C# 教学影片，带大家从最基础、最入门的 C# 观念，一步一步走到基本控制，到我熟悉的半导体设备自动化这种软体开发的经验分享。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持续追踪我们的影片，在看影片的过程中，一步一步提升我们程式开发的能力。谢谢。